立秋了，映山红又要开花了。今天把它搬出来，开花前要对它进行修整。映山红开花是可控的，花开的是否茂盛，一是单年的气候，二是养护的管理。关于映山红的特征，我在前面的视频有详细的介绍，这里主要讲一下春季开花后的养护管理。映山红是浅枝根植物，适应这种浅盆，喜欢透气性好的环境，这是映山红最明显的特征。根好，树生长才旺盛，也为开花创造了条件。春季开花后，要对它进行2至3次的肥水补充，同时也要对它进行酸性介质的补充。映山红喜酸性是它的另一个特征，土壤中含酸性时段生长就会更好。每年的6至7月份是映山红发芽分化期，在养护中要对它进行控水，摘掉老叶。映山红比较耐旱，选择恰当的时候对它进行干盆，盆土见干，叶开始下垂，再对它进行浇水，反复多次，促使它的发芽分化。花苞形成后，就可以对它进行正常的管理。在此之前对映山红进行了整形，这个时候也可以把它拆掉。映山红的枝比较脆，拆的时候要像这样，捏紧它的下端，也可以把缕丝剪掉。拆的过程不能把枝条的皮弄伤，更不能把它折断。尤其是像映山红这种薄皮的树种，否则就会前功尽弃。对这些多余的枝，一定要把它剪掉。这个时候对树干也要进行修整。这个时期树叶流动比较快，疤口容易愈合，盆景看上去清爽，都是从这些细节中来的。对这种结口，等出枝定型后再对它进行修整。映山红的枝在盆中是很难蒸出的，像这种过渡部分要尽量的把它修剪自然一点。修整好了，要用锡箔纸把它封好。缕丝拆掉之后，对一些不到位的枝条要进行吊拉。这个时段不要对它进行攀杂，气温高，攀杂容易造成树皮的伤害，产生失枝。前面的操作都是为了保形，剪叶是促使映山红开花的重要手段。剪叶不仅是减少消耗，最关键的是增加整个花苞的日光照射。光照好，花苞生长快，开花也更加艳丽。摘叶主要是摘掉老叶，用手捏住下端，循生长的方向把它摘掉，这样操作才不会把花枝弄断。这种小叶是经年控水之后形成的，生长健康，可维持树的生长，叶小也有很好的观赏性。完好映山红关键在下山后1至2年的种养，主要是把它的根养好。映山红的根生长比较慢，需要较长的时间，这个阶段少做修剪，也不要急于上盆观花。根生长不好，即使开花，树也维持不了多久。修整完1个星期后，要对它进行施肥，先对它进行酸性的补充。我手中的是硫酸亚铁可粒，沿盆边撒上10几粒，浇水后它就会逐渐吸收。关于映山红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